我几乎可以确定，我爸这一次的突如其来，不仅仅是为了看我。那么，他到底来干什么？100%的确定，那是刘彩琪。父亲跑来旧金山，难道就是为了看她？而他故意对我隐瞒，密会刘彩琪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因为我知道刘彩琪的身份非同小可，她的一举一动直接联系着程伟和舒望，进而影响着妙英、陈然和舒澈。看完了，可以吗？很好，凭借这些，我们就可以立案调查了。可以给我一个备份吗？早就准备好了。但是这些还不够。您还要什么？你掌握的全部，多多益善。比如说，他们之间的电话录音、视频录像、电子邮件、书信文字，他们和你之间的录音、录像、邮件、文字，有你经手的国外银行的存款证明、转账记录，有你代持的海外房产的产权证明等等。他们和你之间的录音、录像、邮件、文字，有你经手的国外银行的存款证明、转账记录，有你代持的海外房产的产权证明等等。我有，不过需要时间搜集整理。我们还需要一份详细的描述你和舒望之间关系以及来龙去脉的手写文件。我可以写。所有这些证据的收集，时间越短越好。我会尽快搜集。我还要确认一下，一旦检察院对舒望提起公诉，你是否自愿以检方证人的身份出庭指证？我保证。下面我们商量一下你回国的时间。我暂时不能回去。为什么？鲁宁案还在庭审，没有判决。我怎么能在这个时间丢下他不管，离开回国呢？可是你在这儿
我们没有海外执法权，无法保障你的人身安全。你提供的所有证据，加上你本人出庭指证，才能构成完整的、不可推翻的证据链。而且，即便我们全力的保证调查工作的机密，也很难确保整个的过程完全不被泄密。一旦你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我恐怕鞭长莫及，无力保护证人。1周后，陆宁爱会开庭再审。他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了我一份安定的感情和生活。我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对他弃之不顾。他需要我坐在法庭上给予他支撑。何况，自从他被捕后，我们也只有在法庭上才能再见面。这个我理解。何处长，我深深知道，也十分感激你处处为我的安全着想。你们的态度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和依靠。但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能够陪着鲁尼完成庭审和判决。我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您所需要的证据搜集齐全，交给你。我还是担心你的处境。别担心，至少现在我还没有感觉到任何危险。可是我们一旦立案，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求求你，让我留在这儿。我爸久久没有从鲁尼家出来。虽然我对别墅里的谈话一无所知，但我已经推断出，他这一趟旧金山之行所为何来。疏望和陈伟的官商勾结，应该已经被反贪机构纳入侦查视线。这一刻开始，我对舒澈和妙莹的命运充满了担忧。我后天回国，这段时间一定注意人身安全。这个号码只用于你我之间联络使用，发生任何情况，用这个号码打给我。记下来，背下来，烧了它。我向您保证，既然选择了向他们开战，坚持到站到法庭上指证他们，是现在支撑我下去的唯一动力。